这个不是智慧。几年前，有好几起牵涉泰国比丘的丑闻上了国际新闻。出家人受到戒律的束缚，必须严格的禁欲独身。在我所依止的传统里，为了远离所有关于禁欲的积嫌，比丘是不允许与女人肌肤相亲的，尼众也不允许与男人肌肤相触。这些丑闻中的出家人没有遵守戒规，他们是行为不轨的出家人，而新闻界知道读者只对行为不轨的出家人感兴趣，对那些没有话题性、守规矩的出家人则不感兴趣。当这些事件爆发时，我想该是我发露自己的时机了。因此，一个星期五的晚上，在博斯城的寺里，在300多个观众面前，其中有好多位是长期的信徒。我鼓足勇气把真相告诉了他们。有件事我想要发露，我开口道，这实在很难启齿。好几年前，我迟疑着。在好几年以前，我努力地说下去，我度过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我必须再停下来。我度过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在另一个男人的妻子温暖的双臂里，我说出来了，我已经坦白了。我们相互拥抱，我们相互爱抚，我们相互亲吻。我把话说完，然后我低下头并盯着地毯。我可以听到在惊吓中空气猛然有嘴巴被吸入的声音，而手正掩着那张大了的嘴。我听到一些细碎的声音。哦，老天，不是阿姜布拉姆。我想象很多长期的信徒走向门口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即使是在家人，也不会找上别的男人的妻子，那是通奸啊！我抬起头来，很有信心地看着我的观众，然后微笑。那个女人，在任何人走出大门之前，我解释道，那女人就是我的母亲，当年我还是个婴儿。观众爆笑出来，松了一口气。哦，这是真的！在一片狂叫声中，我对着麦克风大声地吼着：“她是另一个男人的妻子，我父亲的。”我们拥抱，我们爱抚，而且我们亲吻。那是我此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当我的观众抹去眼泪，停止大笑后，我指出他们几乎都下了错误的判断。就算是听我亲口所说，而意思似乎也那么清楚，他们还是跳入一个错误的结论。幸好大概因为这件事被仔细地设计过，我才能指出他们的错误。有多少次，我问他们，我们没有那么幸运，依着看来非常肯定的证据，就跳进各种结论，实际上却是错的，而且还错得非常离谱。绝对是的判断，这是对的，其余都是错的，不是智慧。